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在婚姻和爱情当中，最重要的习惯，那就是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。生活有技巧，爱情有科学。我是作家陆琪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愿我们都拥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爱不爱很重要，负不负责更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中依赖是暂时的甜蜜，独立才是长久的底气。好，那让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寻求帮助的朋友们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胡先生，36岁，来自河南；个体景女士，38岁，来自河南；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是二婚，他之前答应我会对我以前的孩子视如己出，可是现在他却变卦了，我都怀疑和他再婚是不是错了。我感觉现在既然组成了这个家庭，他的心思应该放在这个家，而不是天天想着以前。他现在非要我和他再要一个孩子，难道我们的婚姻是靠一个孩子来维系的吗？他现在连个孩子都不愿意给我生，压根都没打算跟我长久过，感觉吧，现在这段婚姻中太没安全感了。哎呦，这是老公没有安全感。哎，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？快1年了。谈了多久结的婚？我俩是2022年的时候在医院认识的。当时呢，我俩的母亲都生病住院了，然后在同一个病房，我就发现，这位男士一直在照顾他的母亲那段时间，我就觉得哈，就是一般妈妈生病都是女儿照顾的比较多，所以对他印象比较好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呢，我俩就互生好感，就走到了一起。那这谈恋爱谈了也挺长时间的。对，等于是我们在一起现在3年，然后结婚有1年了啊。交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。对。那这现在咋了呢？因为吧，咱们俩都属于爱婚嘛，都有孩子。现在我老婆嘛，因为看孩子比较勤嘛，然后我感觉现在这个心思呢，不在这个家里头。他勤到一个什么程度？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勤到就是按星期说吧，也都是2到3次。要是按月说呢，也都10次左右。老师，我先跟你们说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刚开始我俩交往的时候哈，他经常提出来让我把女儿接过来跟我们一起小住，然后他之前答应我会对我的女儿就视如己出的好哈，刚开始他也是确实做到了，可是后来我俩结婚之后，我再去看女儿的时候，因为之前我俩一直都是一块儿去看，再后来呢，我喊他，他就不愿意陪我去了。并且呢，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对我还发火。这婚前能陪着去看，怎么婚后就有意见了呀？因为咱们都属于爱婚，然后各自都有各自的孩子，我现在只是这种心理吧。如果说要去看我老婆现在跟前任的孩子嘛，然后呢，我感觉对我的孩子比较愧疚。那你也看啊？因为我是10年结的婚嘛，17年离的婚。当初分手的时候呢，跟着小孩他妈妈，然后商量的是小孩归女方，然后我这边呢的抚养费一次性补助到18岁，所以说跟着小孩呀、妈妈呀联系的很少，偶尔也就是逢年过节放假，然后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子，几乎也不怎么去看。你自己不去看孩子，就让他也不去看孩子，这是一种母爱的释放，有什么错？对，我没说咱没说不让他去看，对不对？咱的意思就是说，看孩子次数不要那么勤，主要这个心思放在咱这个家庭中。那后来我不是听你的嘛，我就怕你生气，然后我从1星期看2、3回，后来变成了就是2星期，然后就半个月看一次，有时候甚至咱忙的时候，然后根本都没有空去看。其实不用这样改变，如果1个星期看1次也是正常的，你是不正常的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有一次我喊他不动没办法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去了。我是新拿了驾照嘛，然后技术不太好，我就很胆怯的就那一次就自己开车跑去了，简短的看了一下女儿，然后吃个饭我就回来了。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，
然后他就冲我发火。为啥冲你发火呢？你想啊，他干什么事不跟我商量？不，一个妈妈去看自己的女儿，难道每次都要商量吗？哎，妻子，这个你屡次提到他跟你生气哈，他是像刚才这样心平气和的跟你说，还是会让你觉得发脾气啊、暴躁这样的跟你沟通？他大多数都是冷战吧，然后发脾气就那一次，然后特别厉害、特别凶。也就是说，平时冷战，一旦发火，那是就像火山爆发一样。对啊。哎，我听说你们这次来我们天津录制啊，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，是吗？我也听编导说了。哦，好像可不是你们说的轻描淡写的冷战哦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。你说。就是关于我女儿的事儿。然后那一次，我把女儿接过来，她对我女儿态度很冷淡，就是很不好，然后不理我们，她也不给我们做饭。为什么要给你们做饭？撮合我们都说想要一个二胎这个问题。不是你说孩。好10倍。那我也答应，然后就是生个孩子了嘛。他是光嘴答应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做的，偷偷的在吃避孕药。那我是想着，也是考虑咱们这个家为咱俩好。我是想着你刚创业还不稳定，是不是？我是想着再等等嘛，是吧？我等不等你们可以商量，关键是你答应了他了，然后你又背着他吃这个药，他生气，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啊，妻子？是，那是我做的不对啊。你有没有瞒着他做过什么事儿呢？关于跟女儿相处的这个有，老师有一次嘛，我在外地出差嘛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最后吧，我又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接了以后，然后说吧，跟闺蜜在一起，然后等我出差回来到家以后，然后再问他，他说其实去看孩子去了。那你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也骗过我？有一回。老师有一次他也是出差去，明明他当天他都可以回来的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他说事情没办完，需要第2天。到了晚上我打视频给他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去前期的看孩子了。我去看孩子是咋回事？我去看孩子，我不像你这么亲，对不对？
你说来说去，好像你们说都是孩子的事儿，生不生孩子的事儿，之前的孩子怎么相处的事儿，你俩之间的感情呢？也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。你老是怀疑我，你怀疑我这怀疑我那的，肯定不信任我，对不对？我肯定不信任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咋回事？都说咱俩一块生活了，居然还不想生孩子，不生孩子你还偷偷摸摸背着我吃避孕药，这个原因肯定是我怀疑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怀疑他啥？他给，然后他的前夫打过电话，还关心他前夫，就是提醒他什么吃药呀，什么这那这的。打电话吗？就是打电话。我不是说关心他哈，你想歪了你，因为他感冒了，然后我怕他传给孩子，我不是关心他目的，我其实目的就是关心女儿，你知道吧？当天我也在感冒，我也在咳嗽，怎么我不见你听说呢？我也跟你说了吃药呀，吃药。那你说一句心里话，你说一句暖心话，那我不暖和吗？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说因为我不关心你，我觉得你是在担心我怎么了？你怀疑我？对呀，我肯定怀疑你，我就怀疑你怀疑我啥呀？我怀疑你旧情复燃呢，对不对？你说这话可笑吧？什么叫旧情复燃呀？对不对？我旧情复燃，我就不会跟前夫离婚，我不会跟你结婚了。我既然跟你结婚，我再说一个，我就要和你好好过。他说他不会旧情复燃，他然后跟前夫的妈妈还继续叫妈妈。那咱俩的妈算啥嘞？平时都叫妈，今天不叫妈了，那老人心里不难受吗？我是这样想的呀，对不对？就是妈怎么了？这事儿咱放在这儿，反正这是让他怀疑你的另外一桩，还有什么怀疑他的吗？还有一桩都是有人吧送个手链给他。男人是他的合伙人。我跟你说了呀，然后人家他为了感谢我刚开始不接受的，我是觉得哈这太贵重了，我觉得就是我怕你误会，还有一个我不接受，但人家他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，为了表示感谢我就接受了。你不接受，最终你还是接受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告诉我手链代表了什么？我没理解。相守一辈子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还第一次听说嘞。如果按照您这么理解，送件衣服。不，那我就把你包裹一辈子。我跟你讲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老婆现在和别的男人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我的天哪，都吸到肺里去了。收了手链以后，有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？我当时没有给他讲，然后我就戴到手上了。我也是没想哎呀，这就不对。正常的情况，如果自己的妻子收了别人的男人一条手链，那回家是必须要告诉自己的丈夫。他平常他太小心眼了，老是怀疑我，我也没给他讲。你们俩有就是比如说吵架闹矛盾，就是升级到说咱们过不下去了不过，有这样的情况吗？反正有。前几天有一次，然后我刷抖音，我看见他抖音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女士在那评论，然后他还回复人家，给人家送了几朵玫瑰花。然后我一问，他比我还生气嘞。他冲我发火，然后就给我冷战，就不理我。网络这一块嘛，我也不认识他谁呀。那老婆不喜欢你就不发？对呀，当时我都没说啥的，我说不就一个送的你啥态度说的吧？表情吧，都是表情3朵花吧。我说这也没啥意思，我说你看人家还给我送这么多花嘞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么个事儿就提升到说咱们不过了，还有好多呢，就是孩子的事儿。我真的听说刚才就提到过一次，你俩没接我茬啊。就你们这次来我们天津录像解决你家这问题，也大吵了一架，差点又不过了，编导都被你们折磨崩溃了。他就莫名其妙，他就不理我，我不知道为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我当时在路上给人家说了话，就这样子。跟谁说话？就是跟陌生人说话。陌生人，我就不要就都在那排队，我就说个话，你说这来那来，你又不认识人家。就是因为这个点小事，他又踩到那个网络这一块，然后就说导致这个矛盾越来越多。你排队的时候跟那陌生人聊天，那陌生人是他搭讪你还是你搭讪他？是人家先主动问我的，你就开始跟人聊了。对啊，然后老公还在旁边，就简单聊几句，他就生气了啊。如果老公不在，被他知道还另说一码。老公就在旁边，有什么呢？聊聊天有什么呢？我怎么看得出来你旁边那站的是你老公啊？你有没有说啊？这是我先生？没有说，不用说，没有说这干嘛？在机场
跟人说2句话怎么了？我今天我这录的我都怀疑人生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这不是个正常事吗？你和陌生人说话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你，说你跟陌生人说话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有这样聊天的权利。但是实实在在在他们俩中间发生这些事儿，让2个人都很不愉快，都很痛苦，也看出来了，是吧？甚至就录像头1天还打得天翻地覆，差点打到民政局去。我们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但是他们作为个体又这么痛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究竟这个感情怎么相处，婚姻怎么继续啊？先听听我们小情侣，你俩有啥建议吗？感觉挺同情这位姐姐的，因为我刚才也听大哥说了，辞了他自己的稳定工作，然后去创业。他也是这样，他也想去自己创业摆摊儿。我就觉得，就男人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说创业就创业，那哪来的积蓄呢？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就是感觉像这个大哥吧，他其实有一些想法是从家庭的角度去出发的呀，都是为家里着想。可能他有一些做的事情，就是女方并没有看到啊。行吧，看看老师给你们出些什么建议啊。2婚夫妻之间最可怕的，那就是各怀鬼胎。你们2个人口口声声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，你们真的把这个家当成家了吗？你们真的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？我们并不是说再婚夫妻因为有孩子，有各种复杂的因素，他可能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放在这个再婚家庭，但至少彼此之间是现在最亲的人。你们2个人很显然放大了2婚关系，却放小了夫妻关系。很多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夫妻关系、婚姻关系，在你们这里都变成了不正常。比如说去看自己的孩子，这是父爱母爱的释放。我们离婚了，对孩子的爱是不能离的，因为前面有孩子，就难免要与前夫有联系，这个很正常。如果1个星期看2、3次确实多，这好好商量，妻子也应了。1个星期、2个星期看1次，很正常。另外，这位妻子，您也扪心自问，您把他的女儿当自己女儿了吗？这个是需要对等。您希望他对你的女儿视同己出，您对他的女儿，我刚才没有听到。由于你们2个人，我说的难听一点，各怀鬼胎，都提防着，所以这个信任是你们2个人现在最大的障碍。很正常的社交也会看成不正常，这是因为你们前面有了这样重大事件的隐瞒和他的发现，所以这一点是需要修复的。在我看来，2个人在再婚家庭当中出现这一些问题矛盾很正常，关键是双方要看到这个问题，看到这个矛盾，那是一定能够化解的。各退一步，尤其是男生。我最后说一句，您的心眼有点小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虐待的案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一些他自认为有问题的事儿，但事实上是没有问题，属于你本身权利的事情，来不断的质疑你和审判你，并且让你产生信心的动摇，让你产生认知的偏差。当你开始甚至连看孩子这件事情你都开始退让的时候，你的人性已经发生了转变了。因为他本身是他的人性的问题，但他人性的问题他转移到了你的身上，让你也发生变化了。一个母亲怎么能为看孩子这种事情去让步呢？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虫，是因为我们内心虽然会产生嫉妒，会产生愤怒，说白了贪嗔痴慢疑，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。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住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就好像他去看女儿，你心里面不开心或者不舒服，正常，因为那个女儿和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会控制，会包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性中光辉的那一部分知道她是母亲，母亲和女儿之间就应该有这样的连接，这种包容性我们把它叫做爱。
你有这个东西吗？你没有啊。你不断的说我要跟你生孩子，但你在他面前有产生过爱吗？他爱的人你爱吗？他喜欢的东西你喜欢吗？他和人家产生的互动和社交，你除了产生嫉妒这样的负面情绪之外，你有产生过什么正面的情绪吗？没有。你所有的一切就像是野兽一样，不断的在宣泄，我要，我怀疑，我恨，我愤怒，你控制不住自己啊，先生，这是你的问题啊！你要看一看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自我，都有本我，都有超我。你得看一看，控制你自己内心欲望的那一部分的机能丧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你这种极端化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心眼小的问题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的生存方式出现了问题。我不知道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前期所导致的，但是之前的问题你得自我解决，你得让自己打开，不然的话你生意也做不好，你生活也过不好的。你看这个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。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们，如果也想找我们陆琪老师解答情感困惑的话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他了。别忘了报出您这个我们爱宝忠实粉丝的身份，那让我们陆琪老师再给你送一份新人礼。我觉得你俩都不独立，我特别理解你妻子的逻辑。你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，你觉得他所有的对你的要求、对你的控制、对你的怀疑，你认为那都是爱你。真的，就我特别理解你的逻辑，但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。真正的爱是我们共同成长，是看着彼此幸福。他可见不得你幸福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多偷偷摸摸吗？因为你这30多年来的行为模式在他这儿全都给你推翻了，你都是错的。你作为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怎么能收一个男性送的手链呢？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珍惜这份二婚的情感，真的想把这个爱培养出来，能够长久在一起，你要转换你的行为模式。你不是一再的退让，一再的包容，他就会爱上你，或者他就相信你了，你们就能相亲相爱了，再也不吵架了。而是你要树立一个明确的家庭的行为模式。你爱生气，你出去生气去，你骂空气去，我不听，你再说一句我就走。你把规矩立在这儿，他如果真爱你，他就会收敛。当你有了底线之后，他就开始尊重了，他就开始敬畏了。一味的妥协退让换不来长期相处的彼此尊重的情感。男生，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情感是复杂的，你也是在意他的，你也是希望家庭能够长期稳定白头到老的。但是抱歉，我没看出来你在爱着他，至少你对自己的那份自私的心，那种占有欲是超越了你对他的情感的。孩子可以生，但你俩得磨合好吧，天天吵啊打啊闹，这能怀孕能生孩子吗？你以为挣了钱有了钱就可以生出一个抚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吗？不是的，得你们夫妻和睦真正相爱，才能孕育出一个健康快乐幸福满足的小生命。所以要孩子还早，但是呢这个什么一冷暴力咱俩就散伙吧，这个我觉得这行为也不好啊。我觉得你们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相处的这种关系还是存在的，而且之所以这么激烈还是有情感基础，是吧？好好相处吧。我就是反对二婚夫妻上来先说爱不爱，先说对错。二婚夫妻能在一起的前提是我能看清对方的本质，我能看到对方的变化。景女士，你看到你丈夫的本质了吗？他是一个不安于现实，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的人。36岁，老胡啊，你有自己的想法。你跟景女士结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无所有，没什么。我辞职了，我创业了，我现在每天的收入是过去的10倍，老胡没错吧？所以过去我不要求有继承人，今儿咱家有矿了，我要求有一继承人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忽然之间我变了，我做出成绩了，我就要求我最好能有一孩子，要不然的话，有一天我出点意外，我每天比以前多挣了10倍啊，都给我老婆。景女士，你觉得那时候那钱是谁的？那当然是我和孩子的了。哪个孩子？和他的孩子。不会吧？您现在每10天看自己的孩子4、5回，我当然担心啊！我那么拼，
虽然我没经你同意，这是我的重大缺陷。我那么拼，做出了成绩，跟我亲骨肉没关系。我这儿忙活啥呢？你觉得这是他的罪过吗？是，不是吧？所以别聊那些细节的对错，也别聊爱不爱。二婚夫妻接受现实，咱们看明天。老胡，你还接着在外头奋斗吗？还继续奋斗，还接着奋斗。万一咱奋斗不行了，景女士要再给你生一个宝宝，可跟你一块吃苦哦。如果你在外头奋斗，你在外头一天比一天强了，他要不给你生这个娃，因为他38岁了，你今儿说清楚，你能不能继续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所以继承人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本质。整场，我其实特别同情小胡，事儿不占理儿，但事儿我很同情。不能和陌生人说话，不对啊。收个客户的手链可以啊，关心自己孩子还有错吗？怎么事儿都是正确的，却引发了小胡的如此之抵触？半路夫妻要想过得好，贵在坦诚和共谋。请问你们有坦诚吗？有共谋吗？你们有一件共同的事能达成一致吗？这边偷避孕，那边辞职了，然后关于孩子没有一件事能谈在一处。真的，女士，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你。开始人家可是对你家孩子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又跟你一起去看，又接回来，为什么换来的孩子是如此冷漠？为什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没有妈妈跟爸爸没有坐在一起啊？他在争关注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看到你和女儿之间的互动，他那么纠结呢？因为他很愧疚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如此之好，他很后悔。他也想给自己女儿补偿，但是他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你那种笃定。我不知道他跟前妻之间什么矛盾，但是正因为你对孩子的爱，激发了他对孩子的愧疚。你有关注吗？他真是不愿意让你去看孩子吗？也不是，他怕你跟前夫有些纠缠不清的事情，你瞒着他，他就会想很多。人都怕鬼，但是鬼存在吗？都是人想象的。你跟陌生人说个话，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是他会想，你都不愿意跟我说话，你怎么跟别人那么有话题呢？你忽视他了。如果要离婚，赶紧，因为前提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你不爱。就爱一个人才会关注他的感受。我认为现在断然不能谈孩子的事，拿一个孩子过来绑架这段情感，双输，甚至是3输，孩子很无辜。先想好爱不爱这个男人吧。如果爱，做到2个字儿：透明。所有的行动，所有的心思都亮在明处，想清楚，好吗？就这样。那好好考虑一下吧，好吧？你们先坐下，听听小情侣的故事啊，思考一下也。来，请坐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宋，24岁，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；小韩，24岁，来自辽宁，老师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如何评价对方？爱画饼，吃软饭，情绪化，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利益。他太敏感了，还有公主病，什么事儿都跟我斤斤计较，就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一样。你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现在跟他在一起，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呢。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他对我还是什么都不满意。他承诺的事永远做不到，我真的没法再继续相信他了。哎呀，你俩这相互的评价，一个是吃软饭，另一个是公主病，这都不太好听哈。这么重的评价从何说起啊？主要是呢，我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咱俩的花销都是我在拿，他什么都不管，而且他对我态度现在也越来越不好，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继续下去了。一点点说啊，咋就都是你花钱，他不花钱了呢？所有的花销并不是都他在拿，我原来也是在国企，也是有那个稳定的工作，赚的钱也不少。为了他，我放弃那边稳定的工作，辞职了，然后过来找他了。
是他同意你辞职的吗？我们俩经过商量了。但是他说来这边都是为了我，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呀。他那个工作很累，而且也还是那种高危作业，就他自己也不想干了。你俩是大学同学吗？是大学期间认识的。谈了多久了？谈了马上3年了。啊，所以谈了之前的2年是异地，那个时候还挺好。这1年在一块儿，问题都来了，是这样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他现在说我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是我刚刚过来，我也不能说马上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呀。你最起码给我一个过渡期吧。你找了吗？你这1年都干嘛了呀？他就在那个我租那房子待着，就是他干这个兼职，也不是每天都要去的。去面试了吗？并没有，我现在目前在做兼职。就是为什么你来1年了，应该是投简历，然后不断面试，对吧？应该做这些事儿吗？这个城市我太陌生了，我最起码要重新开始了解整座城市吧。不是有 1年了还没有融入啊？融入了，我目前我也要逐渐融入啊。哎，你们是租房子住是吧？对，房租谁出？房租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拿的。那人家说你吃软饭。而且不仅是房租，还有水电费、宽带都是我一个人拿的。你没积蓄啊？你不是之前上班了吗？我之前上班也是在我们俩日常平时约个会啥的也都花没了呀。所以这第一桩不满来了，就他不怎么太赚钱，基本上生活挑费开销都是你在出，你不满意？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吃我软饭。但是老师平时日常像什么买菜啥的，还有他喜欢吃那些什么小蛋糕啊、提拉米苏、奶茶，我也都会给他买。兼职能赚的钱吗？对呀。兼职能1个月挣多少钱？1个月我现在也赚3、4千呢。没像他说赚那么多钱呢。他说的是最多的时候。我说的是对，我是说的是多的时候，有时候少，有时候多，最少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。他那个兼职就特别不稳定，而且还不一定就什么时候发工资，可能还会拖几天这样的。有可能要拖到2个月之后，也可能当天结了，他找我出去吃个饭。我们平时出去买个菜就没了呀。我的工资如果让我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，我会过得很好，我甚至还能攒下来一部分积蓄。但是他来之后，我们花销就直接翻倍了，就甚至我每个月都变成月光族了。零用钱需要给他吗？是啊，就是他没有钱了，他都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账，然后但是我没有钱的时候，我管他要，他就是不给。就像之前我工资晚发了2天，然后我就是想管他借点儿，那他当时就说借不了这个钱。他那个工资什么时候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借不了他这个钱，是你没有还是不想借？是我没有，我并没有我拿不出来这个钱。他应酬的钱需要你出吗？更别提了，上回他有个朋友来大连，说要跟他一起聚一聚，但是他一开始没让我去，结果就是突然说他俩吃饭的时候打电话叫我过去。然后结果一过去发现他俩都吃差不多了，而且还吃的是海鲜，那么贵，就将近我看结账都得将近500-600块钱，那就是让我去结账的吗？钱包吃饭没你，结账有你，那我也不是他提款机呀。但是评委老师，我要说一个事儿，就是我那个朋友之前他去找我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沈阳工作嘛，他之前找我的时候，我那朋友招待也很好。哎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他，比如说花你钱呀，或者你觉得吃软饭的行为？还有就是他那个车票。他之前异地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那个手机上12306绑定的账号不好用了，自己买不了车票，然后就一直让我帮他去买，1年能看我几次吧这样，然后他每次来也都是给我带着礼物，我也挺心疼他的，然后所以这个车票钱我也一直没有管他要。后来他来大连之后，他也是一直让我买票，而这个钱他就更是一次都没有给过了。那些车票就是相当于一个通勤那种地铁钱，就是10块钱都不到，就没有我给他买的奶茶钱贵。不，那你就自己把你的账号弄明白了，自己付钱吧，这点小事儿。对呀，所以我现在弄明白了呀。那还是我一直逼着他，他要我说他不解决，我再给他不给他买票了。然后最后还是我看他无意之中看他手机，发现他已经解决这个事儿了呀。我今天我都把那个车票截图我带来了，给大家看一看，看就是这30天之内，他让我买了多少车票？30天买了这么多车票？对，因为订单只有30天的记录。2月9、2月2、1月27。就不仅是有那个回家，还有呢，还有1月24。1月23、1月22、1月25，就是30天他就已经让我买了这10次车票，那更别提1年让我买多少了。哎呦，这么频繁是去找工作吗？并不是啊，因为我兼职的地方在大连，在市里啊，市里一般活动比较多嘛。荆州，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就在荆州啊。哦，你不是把你的账号都弄好了，可以自己付钱了，为啥还让人家付？对，弄好之后就没有再要他花什么钱了。小宋，是不是咱家特别困难？啊，对呀。但是人穷志不能短呐。他就是把我当提款机一样，我都说了，那他没钱也可以管家里去要啊。
哎，你这话说的也不应该这么顺当，真的，没钱就跟家里要，张嘴就接茬。您接着聊吧，接着聊。因为他跟我要太多次了，所以我就挺不理解。给个机子，滋溜就上去。当时我要辞职，然后我跟家里商量了，我说我为了他辞职的，那家里肯定不同意啊。我就说我来这边能找到稳定工作，然后家里那边才同意了。这你看没有，完美的堵住了这个口，我就不能跟家里要钱。否则还是给你找麻烦。那所以这个成果就我是为我们好，变成我承担了。姑娘还有啥不满意的？咱今儿一气儿的都说了呗。我就觉得他一直花我钱都挺理直气壮的。还有之前有一次咱俩都约定好去环球玩了，大头的钱包括门票啊、车票还有酒店的钱都是我拿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手里就是没有太多余的钱了，然后我闺蜜突然来找我说找我玩，然后我就想管她借点钱，那我闺蜜来了，我是不是也得招待一下人家呀？但是我管她借，她就态度特别强硬，就直接拒绝我。我没有拒绝你，那几天你要的钱我都答应说给你了，我只不过兼职公司没发，你闺蜜只要来了我就给你这个钱，我后来给了她不要啊。哎呀妈呀，他们所有的矛盾没有超过500块，真的是就为这点钱吵来吵去，我也觉得就是都是小钱，没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的。你说我马上就找到工作，或者你给我多长时间，你总得有个交代。天天因为这仨瓜俩枣吵架，你这有，那这24岁就是有这精力干点啥不行吗？你平时对他好吗？我平时对他很好啊。好吗？来，姑娘说。之前就有一次，我下班回到家之后，我看见他竟然用洗衣机去洗鞋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别这样，因为这样我还要洗贴身衣，我觉得很不卫生啊。”然后他当时他就气得赶紧收拾行李，然后要离家出走。所以你看，陆琪老师本来想就让你们回忆一下甜蜜的往昔，对，你又扔出来一个让你还是依然生气，除了吃软饭还不讲卫生。租房子钱是不是也挺多的呀？那没考虑经济条件不好，咱换一个。方便点的，便宜点的。换了呀。对，现在他就是想要换个房子，然后他一直不同意说，就是我跟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子，咱们能换一个离我上班近点了。离谁上班近？我现在每天上下班离我上班近一点。你不是没工作兼职吗？兼职那也是要上下班啊。不是去大连不是贵吗？就是换一个，最起码不用每天坐火车，咱们靠地铁站附近。我能每天节省一半时间，他只要提前10分20分就可以了啊。因为我现在每天上下班要6点起来，然后晚上10点11点才能到家。那离他上班的近是吧？对，他下楼就到了。再说这房租钱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拿呀。行吧，这个还是继续陆琪老师的问题，有啥好的甜蜜的回忆吗？其实，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他给我落差感还是挺大的。比如说，在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前年给我过生日吧，我那个时候还在学习，我就挺累了，我就不想去过我那个生日。然后结果他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大箱子的那种礼物，然后每一个都是那种他用心包装好的，一共22件，我一件一件去拆。然后结果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期待他能给我准备什么惊喜，那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嘛，他要那些礼物也是我通过就是假期还有周末兼职出去赚的那个钱，给他攒下来的钱买这些礼物。确实当时我也有精心准备，只不过现在因为每天第一个是花销不够，第二个是我也想要去，既然来到这个城市，我也想更努力，就是赚到更多的钱呢，不能维持这种现状下去了。所以这就是你不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理由吗？你生日礼物给你准备了，今年呢，他想要那个化妆品、眼影和粉底液，我也给他买了。那俩化妆品还是他问我喜欢什么，然后我也知道他手头不富裕，我就是随手我就选了2样，这加一起都不到100来块钱。那我给你买喜欢的礼物，我也有错了？那你就是毫无准备、毫无新意啊！但是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看他那个手机都卡的不行，不能用了。我之前花我工资大几千给他换了个新手机，到他生日当天的时候，我还是给他额外准备了其他的生日礼物，也是用心准备的。哎，你是对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的激情和爱意了呢，还是就是囊中羞涩？我一直对他很有以前那种爱意，只不过现在我能力做不到，我也希望他能给我一点时间。那咱钱拿不到家里边，咱情多付出一点，你仪式感多一些，对吧？浪漫温柔多一点，这你做到了没有吧？我也做到了，他想要的是那种节日当天的那种浪漫，比如说像七夕人多呀，所以说兼职也多呀，我就是只能在那种节日当天我去做活动，然后所以导致七夕我并不能说很长时间陪着他，我只能下班之后再回家赶紧去陪他，赶紧赶着去赶他。但是哪怕我下班很累了，我路边看到一个什么奶茶呀，他喜欢喝的，或者是他喜欢吃的提拉米苏，那些东西我也会给他买。但是他只在意节日当天有什么给他什么礼物，这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惊喜他没有说过呀。那我们的纪念日呢？我们的520天、999天，那都不都是赶上他就是很在意这些节日当天，但是我们的现在情况就是不要老在意这些东西了。
不是，姑娘是觉得你钱也赚不来，这情绪价值也提供不了。他没有钱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也可以啊。他没有钱，他可以手工给我 DIY 做个小礼品，我也会很高兴的。我知道他在用心，就把家收拾干净点，别用洗衣机洗鞋。对，家务干不干？家务都是我在干，那都是他在干。别提他那家务都是经常都是攒3、4天，攒到一块多才去干。你管我，那是不是我也是我干呢？不是，你就当3天请个钟点工嘛。哎呀，姑娘，我要给他做饭呢，他每回都要吃4菜1汤，那导致有些菜量可能工作量特别大，然后我就感觉当天特别累了，我不想收拾，把碗啥的放在一边了。然后今天就不洗了，第2天赶上周末了，他可能要出去溜达，我要陪他。每天都4菜1汤吗？不是，我就要求他最好是有荤有素就可以了，都没有4菜1汤这回事啊。我来捋一下啊，就是姑娘希望我晚上下班回来有荤有素有汤，然后家里还干干净净、立立正正的，反正你既然不上班，你就把这些帮我干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在家的时候我也收拾啊。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收拾哪了，他看不到啊。哎，他是个有规划、对自己这个职业有安排的人吗？我的规划就是想先摆个小摊，我也没说直接上去当一个CEO 什么的，我就想从底层慢慢干起来，最起码就越来越好嘛。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给我画饼，他承诺这件事他就是做不到啊。他之前因为他是专科，我是本科，然后他比我早毕业1年，我就想问他，那他毕业了对未来规划是什么呀？然后他就是想先去专升本。然后结果他学了半年之后，就不学了，考试他都没敢去参加。那我想问问，就是每天当时那个工作，特别忙，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回来。想找理由，啥都是理由。我觉得那怎么能是理由了？没有时间去学呀。啊，对，上一整天上7天班，上6天半的班，那怎么去学呢？没法学，没考成。你要出那个摊要攒多少钱？1万块钱左右。你什么摊要1万块钱？就是那种小食品摊啊，就是卖炸串的，你就是买一个2手的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全套的设备，不需要1万块钱。各位老师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个隐情，因为去年他一直这样嘛，然后我今年年初我也跟他说了，实在不行咱俩就分手吧，就是他要一直这样咱俩没法过了呀。然后他就跟我承诺，他说这1年他要好好去兼职，然后先攒一部分钱去摆那个摊儿嘛。那这样肯定还得等他1年时间呢。然后他说，如果这1年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要跟我分手，就放弃了，就因为他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了。然后，反正那天晚上咱俩也打了3个小时电话，就都挺难受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等他，该不该给他这个机会。就是我当时说了，不管最后他选择分手或者不分手，如果说他选择分手的话，我也会把这1年他给我花的钱我都还给他。你跳出钱，哎呀。人生一辈子赚钱的时候多着呢，你得工作大半生呢。咱跳出钱，说情感的事儿。情感我一直都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。如果说我不想给他更好生活，我当初也不会因为异地来放弃那个工作来陪他。这是理由吗？所以其实眼前的这个你们的情况也挺清晰的，就是过去的3年，大家都在校园里，或者是都还算是有对方满意的这个生活状态。但现在这1年走到一起了，经济上、情绪价值的提供上等等，女生诸多不满，那该怎么办？男生能不能努力成为女生现在希望看到的样子？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是一方面。另外，你们俩的感情经过这几年的这种打磨，到现在究竟真爱和彼此对对方的支持、鼓励和陪伴、等待，这种彼此的能力还有多少？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要考虑的啊。也听听我们这对夫妻啊。这小年轻们他们的感情何去何从啊？您2位也给出主意。就是这个弟弟吧，然后确实需要能稳定下来，能够养活女朋友的这个工作，然后妹妹确实要给弟弟一点这个时间。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弟弟哈，花妹妹的钱哈，偶尔花一下可以，但长期下去的话，我觉得女生确实会有意见。我感觉这个兄弟吧，你老想着摆摊，那你做呀，对不对？你不做，老说个想等啥呢，对不对？哪怕不是说工作不好找，哪怕我干苦一点的活、累一点的活，那也行啊，对不对？能其中之间不就有了吗？确实，我们经常说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但是我们这位男生，宁吃软饭，那是吃得理直气壮。你为了爱情奔赴到这座城市，和他在一起，他是感动的。您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半年，哪怕是1年，
他不但付房租，还给你生活的保障，这是爱的释放。但是您1年都融不进这座城市，又要新的1年，您说他会失望吗？他不指望你有光鲜的职业，他指望的是看到你的努力，您的勤劳，您的增长。所以我认为你们这段感情，不像胡大哥他们，我渴望他们2个人看到问题，放弃前嫌，好好过日子。但你们2个人，我建议进了这个门，都转身吧，没有必要了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女朋友对你那么不满意吗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女人很聪明的，同样是吃软饭的男的，在家她养着，有一些女人就愿意养他，7年都愿意养，有一些1年都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们很聪明的，他们能看人，他们看人有个方法。那你看我们在管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叫可燃性。什么叫可燃性？人分3种，一种叫阻燃的，一种叫易燃的，一种叫自燃的。什么是自燃的呢？啊，像我这样的当老板的，就是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点火，我自己就呼一下就烧起来了。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儿，你看为什么你一说摆摊，我就知道多少钱？不是我调查，我真研究过这，我真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去摆摊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真想过这个事儿，所以我专门研究这个，然后卖什么，怎么炒，然后他那个车怎么样，是煤气放哪边，我都研究过这个事儿。这叫自燃。什么叫易燃？就是别人推得动我，哎，对，啪推他一下，跟他说哦大家好，他就哗一下就去了，就读书去了。你看，易燃。还有一种就是你这种阻燃的，哎呀做一做吧，不做，3天搞一搞，3天动一动。阻燃的这些人才是他们眼里面最有问题的。所以不是因为他养你的问题，而是在养你的过程里面，他发现你不是那种自己可以点燃自己的人。你说你要摆摊，你到今天你都说不出一个车多少钱。你说你攒钱有什么用？你要做点什么事儿，是不是得先研究它？对于赚钱这件事情，你是要去探索的。你不探索，你就被一拍脑子，1年后我就怎么样？谁信你啊？为什么要信你啊？这是房租的事儿吗？啊，这是24岁变成25岁的事儿，23岁已经变成24岁了。所以你今天好好听听我说的话，你琢磨一下，你过去那1年浪费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最后我送你一点啊，送你一点我应该收费才能讲的话。你这个人的性格特质不适合做高组织度下的东西，也就是说让你去打个工，去国企，或者说让你去上个课，你受不了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你做低组织度的事情是可以的，去送外卖，你真的要攒那个出摊的钱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回去把送外卖这个事情给定下来。你干1年的外卖，甚至干6个月的外卖，你出摊的这个钱就能够搞定，而且你还能认识一批外卖员。你就真要有这份决心，女朋友送你手机，你说亲爱的我不要，你把这钱给我，我去摆摊了，你都能做成。所以你看陆琪老师就给你直接的方法帮你们解决问题啊。如果大家想要找陆琪老师也给你指点一二的话，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就去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就能找到他了。别忘了要亮出你是我们这个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啊，让陆琪老师送你一份新人礼。其实我就不喜欢吃软饭这个字儿，我觉得不存在谁吃谁的软饭。我觉得我们社会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就是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能力，在家庭结构当中，在亲密关系当中，我们能够提供怎样最有价值的对家庭的贡献，咱就去做那件事儿。有的就是女生赚钱，男生在家，就像我们过去传统的男生赚钱，女生在家。只要你们能够找到你们的平衡和你们彼此能够满足的那个需求，明显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找不到这种平衡感，所以你俩就在一起就弄不成，知道吗？男生我跟你讲啊，你别老刚才就眼眶一红就要哭了，说我也委屈呀，我辞了我的工作我来，我听来听去你不是为了他辞职的，那份工作高危，很辛苦，你早就不想干了，你而且他可能是个临时工，你不能委屈成那样，这就不厚道了。其实适合你的生活我觉得也挺简单的，你就回到你们老家，
啊，还是找一个安逸的小工作，也不用赚太多钱，找一个和你一样安逸的姑娘，靠着父母的一些过去的积累，你可能还能过得相对平稳一点。除非你从内心深处觉醒了，你认为我作为一个男性，作为一个要在大连和我这样一个优秀女朋友共同生活的男性，我要去激发我对生活的斗志和热情。你得从那种阻燃的体质，像陆军老师说的，怎么着至少先变成易燃的吧。别人推你，你觉得那我就燃一燃吧。所以你除非改变自己，否则呀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彼此拖累了。真的，你们俩曾经我相信是有感情的，所以你们扛得住2、3年的异地恋，然后扛得住在一起这么多矛盾，1年了还愿意来我们这儿继续探讨怎么继续相处，感情基础是有的。但是，再好的感情，也得在相处的过程中彼此愉快，找到共同维系你们亲密关系的解决方法。如果找不到，那真的就得散。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彼此的蹉跎。今天您跟我们说的种种，您的爸爸妈妈知道吗？知道个大概。你们两个因为已经恋爱了几年了，爸爸妈妈知道个大概，知不知道家里面3、4天那个水槽里面全是带着油的碗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知不知道就是你平时可能还要给他支付一次又一次的车票，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知道？怕他们不同意。那你是希望他们同意还是希望他们不同意？我肯定希望他们同意。行嘞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能恋爱好几年了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儿苦口婆心都是白费了。你还笑了？哎，然后我问一下，小宋开心吗？我为什么开心呢？哎呦，这时候小韩哦，这时候他哭了，你发现了吗？刚才跟我回答的时候他笑着的，他发现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，你扭头，我不开心啊，我为什么要开心啊？立马委屈了，白委屈了，全白费啊，是不是？你为他干的这些事儿，他告诉你不开心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告诉你，你得做得更多，你做的还不够，你得怎么样？你得把这些实话都告诉你爸爸、你妈妈，然后你要迫使他们开心。所以，谁也别怪谁，你们2位是互相培养的。你想过结婚吗？想。你想哪年结婚？30岁之前吧。30岁之前。就是30岁之前，你今年24对吧？你给自己留了6年，你还是给他留了6年？你想嫁给他吗？肯定是想，得嘞，想。到现在你还说想，吃定了。所以2位继续吧。哎。然后接下来照现在这么继续发展下去，很可能结婚的钱得爸爸妈妈贴，然后很可能至于彩不彩礼的就不要聊了，有可能生了个宝宝还得这个宝宝的外公外婆往里贴，然后。贴的钱越多，女婿看自己的这个岳父岳母就越不顺眼。因为我在岳父岳母面前，如果我毫无尊严的话，我只能通过讨厌他们来让自己显得很正确。然后接下来岳父岳母跟女婿之间有矛盾，接下来咱们的生活注定一生欣欣向荣，注定这一生非常的充实。雷老师说的不是正向的话啊，我讲明白了吗？你明白吧？啊，你看到这些了吗？那我就正着说吧。哎。爱情是可以同甘共苦的，但是绝不能一个人背着另外一个人赶路。爱情也不怕穷，但怕的是穷的心安理得，还怪对方不够宽容。所以现在马上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断掉寄生关系。你不觉得它像一个你身上的寄生虫吗？怎么断？给他30天。不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，或者是稳定的兼职工作，让他搬离你的居所。第二，在这30天内记账，因为当金钱的这个滤镜打碎之后，你才能看到真心呐。你是一片真心，但他呢？然后定一个短期目标，别1年，3个月，3个月一定行动起来，找到一份真真正正的是未来可以看到是份事业的工作，否则的话，分开，绝无妥协，听懂没有？
男生听到了吗？去做吧，做行动的巨人吧！啊，你看不会的。雷老师一直摇头，不会。所以兄弟，这段感情给你的更多可能不是爱情，可能没有结果，但给你学到一件事儿，就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先得独立，我们先不能怕吃苦，不能懒，我们先得强起来，你才能得到爱情，否则一无所得。好，那你们也思考思考，想想自己究竟选择怎样的人生，咱就不要来回纠结这样那样的哈，你就本着一致的啊，我们这个身心一致哈，去过你的人生就没毛病啊，千万不要我又想他这个跟我在一起，然后我又觉得他得赚钱，他又赚不了钱，我这该怎么办？咱不动这些纠结的事儿，想到一个能够自洽的方式，咱就去体验实践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都稍作思考，我们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。来，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转门后。那看看他们两组自己的选择吧。那这对夫妻会是什么选择呢？来，肯定会出来，肯定会出来哈。来，请开门。这一对没问题吧？啊，没有吧？走了吗？哎，没有啊，看不清。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出来啊，他们为什么要出来？哇，不是。陆迅老师为什么要出来？我终于可以和陌生人说话了，我为什么要出来？为什么要出来？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吧。那这对小年轻呢？我觉得他们会出来，他们会出来。这不应该出来的，恰恰可能真的会出来啊！他们也没有太不应该出来，是吧？我还真心不看好。不看好和不出来，他还是两个。他们还年轻，24岁。来看看年轻人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没有，也没出来，也没有。我们究竟说了什么？不是，我相信他们俩。你说都不成。我相信他们俩不会分开的，为什么呢？能耽误2-3年，就大概率再耽误20-30年，不会。女生已经耽误不起了，她已经看到了这个镜头，这个男生是究竟怎样一个模样了。哎，但其实人生嘛，都是选择，然后尊重我们的选择，接受我们选择的结果。承担选择之后的这个我们应该走的人生的道路的方向，我觉得就好了。当然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多思考啊，就不要特别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，也不要特别轻易的就离开一段感情，还是要对自己、对对方都要负责任。哎，总之希望他们两组嘉宾都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吧。好了，那也非常感谢我们5位老师今天的分享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